就是要那种不要太夸张，但是又要看得出来的好看。就是女生很复杂的。确实很复杂。嗨，大家好，我是志远。这是一个美发频道，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他的 IG 也可以追踪啦。他是我们今天的模特，我再把它放上来。我们今天要染耳圈染给大家看。其实我觉得它算是2020下半年流行到现在，应该都还算是蛮流行的。我觉得最关键会让大家知道这个染法，应该就是杨丞琳，就它不是染了一个2层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要做耳圈染，就是比较做在内层。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会染浅色的。那等一下会先直接示范给大家看，然后再跟大家说耳圈染的好处跟优点，还有它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喜欢的原因。今天的耳圈染要漂头发，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先漂完头发，那漂完头发、染完头发的时候再进行剪头发。第一次漂，对，初体验会变很特别。好，没问题。你以前有想过要漂吗？有其实一直都很想要漂，真的哦。但是我就是一个超级乖乖牌，真的吗？就是走一个非常保守路线。你说就是头发就是很朴素，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你之前工作也算是不能太，对，没有不能太招摇，对，所以这次就是来初体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他在航空公司上班，所以现在很闲。我觉得要趁机会，就是趁机会赶快把头发换一个样子。没有错，如果恢复就要变严格，对不对？恢复行情之后就不行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趁空班的时候，赶快把自己变成一个全新的样子。那我们就先漂头发吧。叛逆一下，叛逆一下。好，叛逆一下。圈染的重点就是从正面就看得到漂头发那种感觉，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只染在里面，所以你就算黑色头发长出来，或者你褪色了，也不会像整颗头漂过头发一样这么的恐怖，因为它就是一直低调的藏在里面。那它为什么要叫耳圈染？顾名思义，它就是耳朵的那一圈，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顺着耳朵的这种形状轮廓染这个地方。那基本上不一定真的是顺着耳朵啦，就是从正面看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是在这个地方。那当你放下来有点往后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点色彩感，而且这个染完会有一种瞬间变得很年轻的感觉。可以再少个10岁吗？一定会啊，一条5岁，2条就会满10岁。反正我真的觉得，因为有时候浅色会让人真的蛮显年轻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生活工作关系，他不一定能整个都漂，所以这个的话会是蛮好的选择。这个是提供给漂发初体验的人尝试的，我觉得会还蛮不错。那我们今天挑的地方，因为它头发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就会斟酌它的量，就是这一块把它漂掉吧。那其他的地方待会就会染比较深色。那一般来说，耳圈的地方我都会习惯把它头发延伸到后面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有单染前面的话，会看起来没那么好看。如果能往后延伸的话，它绑头发会比较漂亮一点。如果它绑马尾的话，也会看得到一点点东西，会变得比较时髦。我们今天追求目标就是时髦、有质感、年轻、美丽，太贪心了。我喜欢。要啦，这是我们追求的啊。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就会很多人问，如果没有漂头发，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其实我觉得硬要讲也可以，因为你可以2层染不一样的颜色，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效果。但是我觉得漂过的头发还是会比较强烈一点点。而且如果你是怕漂头发比较受损的人，漂在里面你也会比较没感觉。当然还是要保养它啦。如果你是染耳圈染，你会发现就算它褪色也会很美，因为它就是在里面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绑头发也还算蛮好藏起来，很适合想要有一点点骚的头发的人。今天这个算是微骚，真的大家每个空姐都很会绑头发，多数都蛮厉害的。快的人大概1分钟、2分钟就绑好了。哇，你们是高速丸子头工厂就是直接法式的那种包头。对啊，5分钟内一定解决。假如就是除非是他很不熟练。哦，太菜了啦，没太菜了，我不敢说。做多久才会变得比较资深的？我很好奇，就是这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你永远还是会有比你资深的人在。哦，对啊，永远都有学姐。对，永远都会有学姐。你进去航空业之后，有觉得怎么那么严格那种感觉？有其实我吓到了。真的假的？对啊，我跟你一开始想象有点不大一样。超级不一样。进去完受训完第一趟飞完，我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就是发呆了大概3个小时才回家。你是不是很累，对不对？很累又很，就是真的是跟完全平常想象的那种穿得漂漂亮亮啊，都世界各国不一样。你以为是飞机上当美女？没有错。
结果发现不是这样。不是，我们在飞机上奔跑。但的确，这份工作算是蛮多人的梦幻职业。以毕业生来说的话，好像对，就觉得特别天哪，我想做这份工作，去尝试看看，可以出国关系吧？最吸引人就是那个机票啊，是我们有分很多折数票，对，但是就是它每个折数票就还有分它的优先顺序，前提之下就是要在这个架飞机有空位的。那如果没空位，你就没空位就没办法了。哈，那如果你那一天准备要出国，就发现飞机没位置，对，没有错，就是真的会这样，自己拖着行李回家呢。好不快乐哦。所以你们不会去挑战旺季出去玩，对不对？旺季真的是不行，因为旺季就干脆买全票吧，就干脆买跟大家一样的票。对啊，不然的话真的是。那你们买一样的票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老娘当空姐干嘛？会。那种奇怪，因为这就是你的员工福利啊。结果我会付不出，我会觉得哇，好心疼哦。对啊，因为这就是你工作的福利啊。就跟我们染头发，如果要你知道付完整的钱，我就对，就会觉得在这里工作干嘛？这样才会觉得平常做工，对，工作起来才比较不会那么郁闷，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空姐算是累的工作。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很累，对，设计师也很累。服务业啊，对，我觉得我们都是服务业，不能得罪客人。那客人会一直得罪我们。不过我们就是我们会尽量有耐心一点。对。那你们空姐之间有那个吗？美貌竞争吗？美貌竞争应该那个很美啊，那个长得会啊，会说谁很漂亮这样。天哪，那一站哪一个人很美这样？那会有那种他怎么会进来我们这个公司？好，没有乱讲，我乱讲的。我可没有但是倒是有听说过，没有。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对那个航空业印象还是就是一群很漂亮的人。因为很多网美网红也都是，对啊，对，都是。蛮多同事们很会经营，没有错。而且因为你们出国照片会比我们一般人多很多，你知道，看起来就比较厉害。随便拍个街景这样都可以。对啊，就觉得奇怪，他生活怎么不一样？待会我们就把其他的地方都上染膏，那待会这个漂完之后，我们再另外上色。今天会以一个美丽姿态的空姐出现。会不会主管看到你染这样，反正就也还不错啊，可以稍微做一点设计也不错。现在已经漂完了，是蛮时髦的哈。对啊，这超欧美的。大家现在有感到一股你知道时髦的味道？我告诉你，用这种发型心情会变好，因为你会有一种自己真的变得不一样，脱胎换骨的感觉。一定会啊。好，等一下我们就要把这个里面的颜色上别的颜色喽。我们现在已经染完了，现在是不是有点看不出来？因为它藏在这个里面。该不会这还是看不出来吧？你近一点，你头近一点。就是已经到了仙女的那个世界，它现在里面是那种粉紫色的，很美呢。是真的现场看很美，有现场看很韩国小姐姐风。没错，我们这个很仙呐。好，我们坐下。它如果绑头发的话，现在这个地方好像会有点空虚一点点，所以我们这里要稍微修剪一下。剪这里真的是一个女生刘海会变更美的一个精髓之地。我通常都会这样子绑住马尾，有没有？然后稍微就是用勾的。那我会建议想要剪这种绑头发的人啊，不要剪太大块，就真的是一点点就可以了。如果你剪得很大块的话，就很像两条大鬓角在那边，就会没那么漂亮。所以建议剪一点点，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效果。那现在因为很多人绑头发都是比较随性的，所以这一条其实可以不用剪太短，就让它随性的飘逸就可以了。是不是？好鲜哦！有吧？有。来给大家看正面，你看，如果说你没有剪的话，就是右边这里；那如果你剪完的话，就会变左边这里。我有时候会觉得，其实头发不一定是要剪很多才会变美，反而是一些小细节可以让头发变得很漂亮。但其实刚刚那，如果你是喜欢金色的人，我觉得就是比较欧美一点，没有错。但这个的话就会变得比较有气质的感觉。我们刚刚是从美国飞到韩国的概念，大概12个小时。不开玩笑，我们这个头已经染很久了。像他要染到这个效果的话，因为他头发算是比较硬的人，所以我们就漂了2次。耳圈真的是一个默默的让你变时髦跟年轻的感觉。我觉得不管几岁人都要追求逆龄，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一定要，尤其是女生呢，女生最爱逆龄。爱吗？爱，大爱。像这样子的头发，就算你是直发也会蛮好看。你可以这样塞耳后，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就是一个波动，就有很有色彩的感觉，而且里面可以一直换颜色。那其实我觉得耳圈染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然褪色也蛮好看的，因为它就是在里面，
你不觉得这个长出来就也不会怕吗？真的哎，对啊，它被盖住了。对啊，褪色也不会怕，很内敛呐，又很高调。真的。通常这样子的染发比较不会建议层次剪得过高，因为如果你层次过高的话，你可能就会没有那种遮蔽的感觉，但还是可以有一点点层次。天哪，我刚才是讲了一段废话，真的很神秘呢。但我有跟大家讲，就是今年韩国其实还蛮流行有点层次的头发，比较不流行完全低层次。你会看到那些女明星啊，从什么朴信惠啊、宋慧乔那些真的那种一线的，一线中的一线，他们头发最近都是比较轻盈跟比较有律动感一点，比较不会是那种厚厚齐齐的。那以前有一阵子韩国就比较流行那种剪齐的。对啊，之前很流行很厚重。对，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流行。这款发色提供给一些你好像很想要很大改变，但是你也不讨厌现在，很有惊喜感，但是它也不是那种死命的，好像要把头发染到怎样，还是剪到怎样。其实这个绑这种一半也很好看。哦，这绑半头应该也很特别。你可以绑那种啊，这样半丸子这样。啊，直接戴头顶的半丸子。对啊，好看呢，认真好看呢。但其实你今天原本也不知道自己要变怎样。对，没有错，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刚刚染完那个金色的时候，其实我吓到。他就是在我昨天，然后发 IG 限时动态说征求，然后就马上火速报名。但你今天就抱着，反正我今天会变得不一样的。对，我就没错，就是啊，我就是想要变得不一样，所以你还蛮大胆的呢。所以你不是一个发型会大换的人，对不对？对啊，不太大换，我们平常都很保守。对，我已经保守20几年了。真的哦。今天算你知道第一个大突破。像这样子的发型，其实直发我也觉得蛮漂亮。但如果你想要夹卷的话，我会蛮建议底层夹个内弯，然后表面做一点外翻的卷度。我现在就夹给大家看。现在我们就是夹完底层的内弯了，那现在表面这里，如果你今天就是很想要给大家看到，就是染了这个头，你这里就可以夹外翻，就是要昭告全天下的意思。一定要啊！哦，很美耶。对啊，它就可以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的头发，我们就是很追求，就很想要，你知道，要稍微看得出来。没有错。会对不对？对。如果你染完头发，然后人家跟你说，你那看不出来，我会生气。再也要生气。我会生气。心情会不好，对不对？对。会觉得天哪，我都已经要做那么大的改变了。没有错。所以没有女生想用那种看不出来的头发，就是要那种不要太夸张，但是又要看得出来的好看。那女生很复杂的。确实很复杂。就什么都想要。所以这个发型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其实你也是，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染哦。可以耶，可以，认真很可以。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夹卷夹完了。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如果你有夹一点卷度的话，就会是你知道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明确一点点。这个发型最大的优点，我在想应该就是绑头发吧，就是你看。它刚刚除了绑头发，我们现在已经有这种须以外，如果你是没有要这么温柔，你就可以直接往上绑，因为它的颜色就会是露在外面，像这样。因为是绑丸子头的话，它就会是颜色包在外面。而且像这样子的发型，大家看到它后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很明显看到它有染这么多颜色的。这个地方往后绑，你会看到颜色有色彩这样往上跑，真的是还蛮好看的一颗头。如果你想要嚣张一点，就稍微夹卷一点点。有啦，很漂亮。有超美的，超喜欢的我也觉得很好看。乖乖牌都可以接受。真的吗？真的。就是你不会吓到？完全不会，只是刚刚漂的地方有点吓到。就突然觉得自己要变欧美女了。突然觉得我好像要去哪里度假。这个发型其实很好。如果你今天是戴帽子，你看你就可以塞耳后，然后戴草帽。对，假如戴帽子这边露。对啊，它就会露有颜色的地方。就现在冬天很适合戴帽子。如果你想要挑战一些不一样的颜色，然后你又很怕褪色变得很可怕的话，耳圈染会是你最佳的选择。那现在真的也还蛮多人想染这样子的头发，因为很多人其实想尝试不一样颜色，但是不敢染。那如果你又有绑头发戴帽子的习惯，这个发型真的会还蛮不错。没有要逼大家一定要染，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推荐给大家有一个真心推荐，对，一个染发的方向。因为如果你是那种染了好多次都在想说我这次到底要染什么的人，你就染吧。像是杨丞琳他们都是比较类似这种色调的感觉设计感应该不能说色调，因为他们颜色其实也是变来变去的。但是这个真的是符合一个低调又有一种你知道低调的奢华。对，而且别人看到你有一种蛮厉害的。好有质感哦！怎么染的？设计师是谁？
It's me，It's me。我想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染发啦，就是你知道逆龄时髦又有仙气感。对，而且我觉得你不觉得它这种前味不是那种会变得很可怕的？不是那种什么玉米烫啊。对，不是那种可怕的。对，完全不是。它是那种让你变时尚韩国小姐姐。对，真的是欧尼感。对，欧尼感很重要。好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发型，你喜欢吗？喜欢。真心的，对不对？而且你也做了，天哪，做6个小时有了，做超过6个小时。对，屁股要烂了。既然已经6个小时了，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就要结束了。那如果你有想要看其他的发型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下次影片见，拜拜。我们刚才为了尝试这个发型，有更多种做法，所以我们就随性用下面已经绑了一个丸子头，来给大家看侧面，是不是很美？超美，超美。这个丸子头很简单，有机会再随便教大家。这对你来讲非常简单，对不对？对，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这个正面也很好看啊，其实手残的人都会。对，真的是染这样，真的意外发现染这个就能绑头发这么美，对不对？真的，真的很好看呢。你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就这个颜色。还是因为背景白的地方这样有吗？有啦，很漂亮，而且我没有剪这个虚虚的，刚好就这样掉下来。谢谢。好，真的拜拜喽。